4000美元，这道所有黄金多头都盯着的整数大关，昨晚破了，金价收在3992美元，这是去年10月以来黄金第一次收盘站不住4000。一夜之间，市场的情绪从逢低就买变成了落袋为安。这道关口为什么这么重要？跌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是一次短暂的假摔，还是一轮更深调整的开始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，星期五。我们一起回顾隔夜刚刚结束的这个交易日，看看黄金和白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也一起展望一下今天的行情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我在节目里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分析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您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独立判断，盈亏自负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隔夜收在3992美元，下跌1.47%，正式跌穿4000大关。白银更弱，收在56.19美元，重挫2.17%。第二，今天真正的推手是油价意外跳涨，重新点燃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，压住了本该走强的降息预期。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也顺势走高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黄金能不能重新站回4000这道失守的关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情绪，昨天这一天，如果用4个字形容，就是多头缴械。黄金和白银是携手下跌，但白银跌得更狠，金银比价一下子拉到了71附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在避险和工业属性两头都不买账，资金是真的在往外撤，而不是简单的板块轮动。你能明显感觉到那种前段时间跌下来就有人接的托底情绪，昨天几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先落袋再看看的谨慎。这里我要很诚实的做一个回顾，就在昨天的节目里，我把4000称为黄金的生死线。我说过，如果收盘失守又收不回来，就会打开下方的空间。我也提醒过白银 56.5 是必须要守的支撑。结果呢，这2道线昨天都破了。黄金是去年10月以来第一次收盘跌破4000，白银也没能守住 56.5。方向上，这2个判断都兑现了，但我得实话实说，破位来的比我预想的更急、更快，尤其是油价这个变量来的有点突然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一个：这次破位是空头精心设计的诱空陷阱，还是下跌趋势的真正确认？先把黄金这一天的路径拆开看。开盘之后，金价其实还在4040上方尝试企稳，看上去多头还想再守一守，但一波油价的跳涨彻底打乱了节奏，多头的防线被逐级击穿，先破4020，再破4000这道心理关口，尾盘最低下探到接近3977，最终收在3992。你会发现一个很关键的细节，这一天金价好几次想反弹，但每一次都在4000下方就被卖盘死死按了回去。这就是技术上典型的旧支撑变新阻力，原本拖着价格的地板，一旦跌破，就会变成压在头顶的天花板。那么谁在主导这个盘面？从这个走势看，卖方目前是完全占据上风的，买盘的力量非常犹豫。今晨亚洲盘的现价，我看了一眼，大约在3981附近，比昨天的收盘还要再低一点。这说明隔夜的抛压到今天早上都还没有完全释放干净。当然，这个现价只能算作参考性的背景色。我们今天定调的锚始终是昨天那根实实在在跌破4000的阴线，而不是盘中随时会变的报价。我想特别强调一下，去年10月以来第一次收盘跌破4000，
这句话的分量，整数关口在市场里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，它更是一条心理防线。很多程序化的止损单，很多趋势跟踪的资金，都把4000当做一个开关，价格在关口上方，大家愿意扛。一旦有效跌破，扛不住的人就会集中出场，卖盘因此叠加卖盘。这也是为什么破位那一下往往走得又快又急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把能不能收复4000看得比任何单日的涨跌都重要。再把镜头转到白银，如果说黄金是崴了脚，那白银就是实打实的摔了一大跤。白银收在 56.19， 跌幅 2.17%， 几乎是黄金跌幅的 1.5 倍。为什么白银总是跌起来更凶，涨起来也更猛？你可以把白银理解成黄金那个脾气更烈的表弟，它身上一半是金融避险属性，一半是工业需求属性。当市场担心通胀重来，又担心高利率会压住经济需求的时候，白银这两条腿是同时挨打的。避险这条腿被强美元踩着，工业这条腿被经济担忧拖着，所以它天生的波动就比黄金要大上一截。白银昨天还叠加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故事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明确表示，不会按照原来的条款续签北美自贸协定，而墨西哥可是全球白银供应的差不多1/5。这层供应链上的不确定性，短期看似乎该利多白银，但在昨天这种普跌的情绪里，市场更多是把它解读成一种额外的不确定性，情绪上反而雪上加霜。金银比价从昨天的 70.5 拉到71，本身就是白银相对更弱的一个直接信号。同样的避险行情，白银总是那个先被抛弃的。顺便教你一个实用的小工具，就是这个金银比价。它算法很简单，就是用金价除以银价。昨天大概是71，意思是要71盎司白银才换得来1盎司黄金。这个比值走高，通常代表避险情绪主导，白银相对更弱，这个比值回落，往往说明风险偏好在回暖，白银开始转强。所以往后你不光要看金价、银价各自涨跌，还可以盯着这个比价，它常常能提前告诉你市场的风向是不是要变了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按着贵金属往下打？核心的传导链条是从油价开始的，我一步一步给你捋清楚。昨天油价意外跳涨，这一下就把大家刚刚放下的通胀担忧又重新勾了起来。你可能会问，通胀升温不是应该利多黄金吗？黄金不是抗通胀的吗？这里有个关键的转折点，市场的第一反应不是买黄金去抗通胀，而是通胀要是重来，美联储就更没法降息了。于是降息的预期被往后推，美债的10年期收益率顺势走高到 4.57% 附近，美元也跟着一起走强。而黄金是一个不生息的资产，它拿在手里自己不产生任何利息。当你把同样一笔钱放进美债，能拿到更高的实实在在的利息回报时，那持有一块不生利息的金子，机会成本就上升了，资金自然就会掉头离开。所以你看，收益率上行，美元走强，这两只手一起往下压，就是昨天金价破位最直接、最核心的原因。记住这条链，油价涨，通胀担忧起，降息预期降温，利率和美元走高，黄金承压。这里再单独说说美元这只手，因为它太关键了。黄金是用美元来计价的，这就意味着美元本身的强弱会直接改变黄金的标价。美元走强，同样1盎司黄金对手里拿着欧元、日元的海外买家来说就变贵了，需求会被自然压制。而对持有美元的人来说，转投能升息的美元资产也更划算。所以你常常会看到美元和黄金就像跷跷板的两端，一头翘起来，另一头往往就沉下去。昨天美元的走强，正是压在金价身上的另一块实实在在的重石。有意思的是，黄金这一轮明明拿着一手避险的好牌，
却完全没能吃到避险的红利。油价这一跳，背后多少带着一些地缘与供给层面的扰动。按照老剧本，地缘一紧张，避险情绪一升温，资金总会往黄金这个避风港里躲。可这一次，老剧本失灵了。你会看到，昨天美股那边科技股和芯片股正在回调，市场明明有波动，有担忧，按理说避险资金该流回黄金了吧？但它没有。钱去哪儿了呢？答案是现金和美债。昨晚美国的出请失业金人数意外走强，就业数据偏韧，这本来是件好事，却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强势，让经济还行，美联储不急着降息，这个叙事更有底气。于是资金宁愿待在有利息又足够安全的美债里，也不愿意去碰一块不生息的金子。黄金那个传统的避险光环，在强势美元面前，暂时就这么失灵了。什么时候避险买盘才会重新回来？大概率要等到美元见顶回落，或者出现那种真正让人恐慌，连美元都不想拿的系统性风险。在那之前，避险这条腿还指望不上。接下来看美联储这条主线，真正决定黄金中期方向的，从来不是某一天的油价高低，而是真实利率的走向。所谓真实利率，简单说，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你实际能拿到的那部分回报。之前的几周，6月的 CPI 和 PPI 数据都偏软，通胀在降温，市场一度非常笃定，美联储很快就会开始降息。这也正是金价前段时间能够反弹的底气所在。打个比方，你就好懂了。持有黄金就像把钱存进一个利息为0的账户，而买美债就是存进一个有利息的账户。当通胀降温，利息账户的实际回报没那么香的时候，那个零利息的黄金账户反而显得不亏。可一旦通胀抬头，市场认定利率还要更高更久，有息账户的吸引力立刻放大，零利息的黄金自然就被比下去了。昨天油价这一跳，恰恰就是把天平往利率更高更久那一边又压了一把。具体到降息的节奏，市场的预期昨天明显往后挪了。原本大家还指望着年内能看到比较明确的降息动作，可油价一搅局，交易员们不得不重新掂量，万一通胀反弹，美联储别说降息，会不会连按兵不动的时间都要拉长？这种预期上的微妙摆动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了收益率的上行和金价的下挫里。对黄金而言，只要降息这张牌迟迟不打出来，压制就一直都在。可油价这么一跳，等于给这个降息很快就要到来的剧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如果通胀真有卷土重来的风险，美联储就更可能维持更高更久的高利率立场，甚至把降息的时点一再往后拖。对黄金来说，这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组合。只要真实利率还高，还在往上走，它就始终背着一座沉甸甸的大山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复强调，别死盯着某一天的消息面涨跌，要盯住利率的大方向，那才是决定金价中期命运的真正指挥棒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的位置相当微妙，最关键的一道线就是刚刚失守的4000，这道旧支撑现在已经翻身变成了头顶的阻力，也是今天多空双方的胜负手。只有放量重新收回4000上方，多头才算真正稳住阵脚，才有资格去挑战上方的4050乃至4080。反过来看向下，第一道支撑我放在3950，如果这里再守不住，那下方就要看3900这个更强的心理整数关口了。那么怎么判断这次破位的真假呢？给你2个可操作的验证标准。多头要想证明这是假摔，最有说服力的信号就是今天或者今晚金价能放量，快速的重新站回4000上方，并且守住，那诱空的嫌疑就大了。反过来，如果金价在4000下方反复磨，
甚至再度放量跌穿3950，那就要认清空头是真的确认了下跌趋势，这时候任何抄底都要格外小心。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大背景，金价现在离50日均线的4276、200日均线的4597都还有一大截距离，是深深的压在这两条中长期均线的下方运行。这说明中期的空头格局并没有被打破，任何反弹在没有重新站上均线之前，都还只能算是超跌之后的一次技术性反抽，而不是趋势的真正反转。把时间轴拉长看，黄金从年内高点5000附近一路回落到今天的4000下方，跌幅其实已经相当可观。这也正是为什么每一次超跌都会引来一批抄底的资金。但请记住，抄底和趋势反转是两码事。在没有重新站上均线之前，抄底更像是徒手去接一把下落的飞刀，节奏一旦踏错，很容易被反复打脸。白银的技术面道理和黄金是相通的，但它的位置更危险一些。它昨天已经跌穿了 56.5， 现在正在测试55这个整数关口的支撑。你可以把55看成白银短线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收盘也失守，下方可能会直接打开到54。上方呢 56.5 已经从支撑变成了阻力，只有重新站回 56.5， 白银才谈得上初步企稳。和黄金一样，白银现在也远在它自己的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，它的两条均线都在69一带，价格离得非常非常远。所以对白银，我的态度就只有两个字：谨慎。它弹性大，反弹起来很诱人，但真跌起来，同样一点不留情面。说到这儿，我必须要给大家郑重提个醒，把风险两个字放在今天所有内容的最前面。现在这个位置是破位之后的加速下跌区间，情绪往往是最极端的，追涨杀跌的冲动也最强烈。可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。破位不代表就一定会一路阴跌到底，市场随时可能来一次凶狠的技术性反抽，把追空的人也一起震出去。但反过来，在没有重新站上关键均线之前，任何盲目的抄底也都是在刀口上跳舞。请你务必谨慎，管好自己的仓位，别让一次情绪上的冲动透支了你在这张牌桌上继续待下去的资格。留得青山在，才有以后。最后，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天和后市。第一件事，看数据。今天晚间，美国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发布，一个是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，市场预期从 49.5 回升到51，同时还有它附带公布的通胀预期，这个数字会直接影响大家对降息节奏的判断。另外还有6月的新屋开工和工业产出，再晚一些，还有 CFTC 公布的黄金持仓报告，能帮我们看清大资金到底是在加空还是减多。放眼下周的，还有周4的初请失业金，以及周5的 SSP 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，都是检验经济成色的关键点，值得提前记在日历上。在这些数据落地之前，我个人更倾向于多一分耐心。破位后的第一天，盘面往往最容易情绪化，也最容易上演反复的多空绞杀。与其在4000下方反复猜顶猜底，不如等一个更清晰的信号，要么看到金价放量收复4000，确认这是诱空，要么看到它连3950都守不住，确认空头掌控，让市场先把方向走出来，你再顺着它做，胜算通常会更高一些。第二件事，看位置。方向的钥匙其实很清晰，向上，金价必须先夺回4000，再站稳4050，多头才算真正止住血。向下，先看3950，一旦跌破，目标就直指3900。第三，我给你画一张剧本图。乐观情形下，如果今天的数据偏弱，美元和收益率回落，金价快速收复4000，那昨天这次破位就很可能是一次骗人的诱空。
短线有机会反抽到4051带。悲观情形下，如果数据偏强，美元继续走高，金价连3950都守不住，那下一站大概率就是3900。方向的钥匙始终还是攥在美元和收益率这两只手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今晚金价能不能夺回4000这道关口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我还是要再次郑重提醒大家，以上所有的分析和观点都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的盈亏都需要您自己承担，盈亏自负。请大家务必保持谨慎，理性看待每一次涨跌，把风险控制永远放在收益的前面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清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就不会和你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